我们看看这个光头，再看看这个钢铁硬汉邮差暴扣，哇，这一看就知道是谁了嘛，肯定是我们内藤铁也对吧？大哥灌篮要重出江湖了吗？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们的主播台湾耳男。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一次测试伺服器当中的新角色 Karl Malone。那这边讲一个题外话，为什么他会叫做邮差？是因为他以前在 NBA 的时候，因为他的投篮命中率就和邮差送信把信件投到邮箱里面一样这么准确，所以呢，他才有了邮差的这个美名哦。那他不只是场上，他在场下的花边新闻呢，也是相当刺激的哦。那么至于花边新闻到底是什么呢？各位就自己去查了，这边我就不多说。好了，那么题外话到此结束。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会带各位来一探究竟，这个角色到底有没有料。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说，这个角色是我玩全明星以来操作最简单，但是最暴力、最有效的角色。当然，这边还是老话一句，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呢，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绝非最终上线的效果，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 Karl Malone 起头。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好，那么人物模组的部分呢，我觉得还蛮还原的，尤其是这一个例会，我觉得这个例会一直以来都是做的蛮不错的。Karl Malone 他的位置是大前锋，并不是中锋哦，所以他的很多数值呢都是需要跟大前锋来去做比较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数值。那么认为呢，他的数值应该和我们的Giannis Attack Your Ankle 会比较接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拿 Giannis 来互相比较一下。那你可以看到中投是高出非常多的，三分也高了15，虽然我不知道高这15点有什么意义啦。盖帽差不多，篮板这边呢硬是多了10出来哦，133点的篮板，我觉得也还算是蛮不错的。那么也要特别注意的是，它的弹跳是116，也就是它稍微可以去抢到一些比较远一点的板了。但是你真的要他去抢一个超级远的板，这个我觉得他也是做不到的。整体来说，他的篮板能力呢，不弱，但是也没有到非常顶尖。那通常我觉得以我目前使用这个角色的定位下来呢，他很常会需要去跟中锋来做对位。那如果跟中锋做对位的话呢，我觉得他的弹跳就会让他有着一定的原版优势了。好，再来我们来看看技能说明的部分。首先是第一个大招技能钢筋铁骨。那么这个钢筋铁骨呢，它分别在防守回合跟进攻回合都是可以去打开它的，等于就是你可以让这个角色进入某一种不管是防守或者是进攻都可以获得 buff 的状态。那么防守呢，大概就是去增加一些盖帽成功率、盖帽范围、无球移动速度等等的。那这个无球移动速度其实增加的还蛮明显的。那进攻回合内呢，它会处于一个叫做使命必达的状态哦。那么这个使命必达的状态就是 Karl Malone 这个角色它最关键的一个技能了。那这个使命必达的技能呢，除了会让它的盖帽角度增加到240度之外呢，它在进攻回合开始8秒后，它会进入这个使命必达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让 Malone 来达到他最理想的进攻状态的话呢，你必须要在进攻回合开始8秒后再开始进行各种进攻。那么如何去看呢？在马龙的脚下，它会有这个进度条。这个进度条呢，在进攻回合开始8秒后呢，它就会自动你们看到它会这样填满。那填满了之后呢，它就会进入这个所谓的使命必达的状态。那在这个使命必达的状态下呢，它会缩圈，然后中投、上篮、扣篮命中率都会小幅的增加哦。那么不只是命中增加，不管是强硬靠打、假投靠打，或者是碰撞的判定范围跟成功率都会增加哦，并且也可以做到攻框分球的功能。这只角色呢，它比较偏向是一个把整体进攻节奏带慢的角色。那么各位看到后面的这些邮差暴扣、强硬靠打、接球后仰、强硬卡位、邮差篮板呢，后面其实我们都不太用讲了。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我们后面在说明他的技能的时候呢，各位就知道为什么这些我会选择不讲了。好，那么在他的天赋列表里面呢，比较重要的技能呢，我认为就只有3招。第一招就是他的转换暴扣。那这个转换暴扣可以让它本来的灌篮范围大概是在3到4米内才能发动，它会变成是在6米的时候都能够发动这个灌篮哦。那它就可以在有的时候球权转换的时候，如果对方都还没有回场，快速回到他手中，就可以马上来一个快速的攻框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在攻守转换的时候来使用的技能哦。那再来这个靠打终结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靠打不只是你靠到对方之后可以进去灌篮，
你也可以呢选择后仰，或者是改成上篮，就像各位在画面上面看到的一样。好，那再来下一个技能呢，就是这个假投靠打哦。Karl Malone 他的技能呢是有一个接球后仰的技能，而且因为他本身中投就已经很高哦，所以呢你的对手必须要站在你的面前来提防你用这个接球后仰。那如果他站得离你近一点，你就可以怎么样呢？你就可以直接改成接球假投，然后直接靠进去撞开他哦。这个等一下后面各位也会看到，我们在实战当中会如何来使用这个技能。好，那再来就是他的篮板卡位技能。那虽然他的篮板数值没有很高，但其实针对卡位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技能可以来协助他更好的抢到最好的位置的。怎么感觉有点耳熟？好，各位可以看到，没错，这个就是高杀一码，没有错。你被对方顶到之后，你可以按下卡位挣脱，像这样子转进篮下，来选择要抢到篮板，或者是争抢到地板球。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他每个进攻防守回合只能用1次哦。那再来有一点，我觉得也需要特别注意是，他的争抢地板球的范围跟高度都是比起一般的球员还要再更高的，所以这两个技能呢，基本上我觉得不一定要点，但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拿到球权，因为毕竟当你出了 Karl Malone 之后，大概率这个队伍的中锋就是你了，除非你要打一个空间型的中锋拉一个出去，但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太可能会发生，这样你们防守会漏到烂掉了。那最后一个邮差篮板，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徽章的部分。好，徽章的部分呢，第一个徽章，它在每次成为进攻方时立即获得50%的被动充能，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要玩 Karl Malone 这个角色，最基本至少要1强化，因为等于说原本你需要等待8秒钟的时间，结果你变成只需要等待4秒钟，那这个对于你的进攻的流畅度来说就会差非常多。并且如果你在防守回合成功抢下防守篮板，或者是干扰盖帽成功等等，你下一个回合开始，你还会额外再获得50%的被动充能哦。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的重要。好，那再来呢，这个是扣篮的花式，偶尔可以骗骗对手用了。好，接下来这一个第2个徽章呢，我倒是觉得可有可无，不过为了最后一个徽章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把它点出来了。好，再来这个一样是一个花式扣篮。好，最后一个，他在每次成功得分、助攻、篮板、盖帽等等这些 highlight 表现的之后，他20秒内只要再次成功完成上述任意行为，会额外获得60点士气值。但是如同前面我们有跟各位提到的，他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偏向把进攻节奏打得比较慢的球员哦，所以我倒觉得这个3徽章呢，偶尔可以让你快速增加士气用，但不见得每一次都会用得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客家玩Malone的话呢，其实1徽章就可以了。那伙伴的部分呢，肯定就是篮板了，我觉得这就不用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到练习技能的环节哦。那么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脚底下有一个充能条。那这个充能条呢，就是当我每一回合开始8秒后呢，我就会进入这个使命必达的状态。那么当你填满这一条之后呢，你再开始进攻，整体进攻起来会非常的舒服哦。马龙这个角色最强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硬解。那么有的时候你进攻打不开的时候，这个硬解能力有多重要，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说1徽章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你更快速的来进入这个使命必达的状态。那么当你这一条没满，你去尝试进攻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有可能扣篮会铁，上篮会铁，你甚至连中投、后仰都会铁哦。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如果要玩马龙的话呢，下面这条一定要把它填满再来进攻。好了，当你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接下来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在1对1的对位上面拦得了你了。没有错，这角色就是这么离谱。那么马龙他的进攻有多简单呢？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先等到他底下的这个进度条满，进入使命必达的状态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直接持球，然后强硬靠打进去。如果第1次不成功没关系，再靠第2次，看能不能成功。只要对方哪怕是被你靠到一下，那2分就直接入袋。或者是呢，你可以在底下这个进度条满之后进入使命必达的状态，然后呢来一个假投。跟大家讲，在使命必达的状态下，缩圈超级离谱哦，基本上它不死贴着你，它是没有办法踩到你的干扰的。那如果它死贴着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像这样接到球，挤进去，然后再来撞一下对方喽。那如果说你在靠打的时候，你发现对方怎么都不贴到你身上呢？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呢，你在靠打到一半的时候，直接来一个侧身勾手啊，对方也是踩不到你的，因为他的缩圈超级离谱哦。
好了，讲完了，各位，这就是这个角色的基本的进攻方式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暴力。但是我跟大家说，真的没有人能够守住，所以这个角色我只能说，他把这个游戏变得非常的简单。所以呢，跟大哥灌篮比起来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我已经跟一个小哥实测过了哦。目前是没有任何一只角色可以在1对1的情况下打赢他的，没有错，就是这么夸张。就连 Ben Wallace 或是任何一只副职 Kawhi Leonard 都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如果是副职 Kawhi Leonard 来怎么办呢？很简单，一键飞扣，这个他盖得到，我叫他老爸。那如果是 Ben Wallace 这种盖帽脚来怎么办呢？很简单，碾进去，或者是直接来一个接球投篮。而且实际使用上呢，他几乎是不太打铁的，你就知道这个角色到底有多夸张了哦。好，那既然你说那这个角色这么夸张，做坏了的话，那么其他角色玩屁呀？各位不用担心，他仍然是有短板的。毕竟你也知道，全明星接球派对这个游戏没有3分，你强度就是减1半，所以这个角色再怎么强，了不起就是2分。你真的守不住2分的话，怎么办？没关系，跟他拼3分，因为他的移速其实是偏慢的，而且他如果要进入移速比较快的状态下，他必须要开启这个大招，他才能够进入移速稍微快一点，或在邮差不下班的状态下才能够稍微快一点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打赢这个角色的话呢，我认为很简单，就是跟他拼进攻，然后并且他的篮板呢，基本上跟大部分的中锋来比哦，还是处于一个稍微劣势一点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也并非不可战胜哦，但是我不得不说，他的1对1单打真的是太恶心了，比任何一只角色都还要再更恶心啊。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 Karl Malone 这个角色在测试伺服器的所有内容啊。那么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哦，本支影片所有内容都是测试伺服器的结果，绝对不是最终上线的效果哦。但是从他的技能组里面来看呢，你就会开始发现全明星接球派对这个游戏已经慢慢的越来越走向打人不打球的方向了。你看，从一开始的老皮，再到后面的韦德，再到现在的马龙，现在是怎么样？大家都来干拐子就对了。所以我不排除呢，之后可能也会推出一个专门防这些干拐子技能的角色了。当然，目前来说呢，我认为马龙这个角色他能不能够彻底的改变生态呢？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有待观察。好了，那么我是台湾尔南，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